我现在要讲台北市的置产客哦，置产不投资客哦，置产客就有钱把钱找地方放哦的这种人哦，他们呢除了很有实力以外，他们心里想的哦，已经不是要赚多少钱，而不是拼涨幅了哦，而是什么财富传承。我听到这个4个字的时候，我也觉得啊，傻小，这他妈真的假的哦？那么现实社会还真的有这种事哦？有，真的有，就是怎样财富传承给儿子女儿哦，比方说1人1间台北市的房子。老公也没关系啊，慢慢来等都更。他这一代等不到，给他儿子女儿继续等。这个是我推荐的那个台北赖账号那个店长跟我讲的哦。台北市客人的样貌现在大概长怎样？5成自住需求，5成是财富传承的需求。台北市的人也知道目前怎样，高雄比较会涨啊，南部比较会涨，可是他还是愿意买贵高雄3到5倍的台北市房子，为什么？凭什么？哦，自产啊。自产啊，哦，他就是要真实自产，以后要留给儿子女儿的啊。天龙人的儿子女儿命好哦，当初投胎很强啊，那就是等爸爸妈妈帮他们自产好的房子就好了哈，一辈子有钱花，他们还是有钱人的阶级。如何从蛋白区换到蛋黄区？哦，小换大旧换新的策略哦。先说结论，想办法多买房子。然后用游戏王教的牺牲召唤这个技法，例如你就买了3间蛋白区的房子，然后摆了5年10年以后，你就可以怎样？就牺牲这2间蛋白，召唤1间蛋黄，然后你召唤出来的蛋黄继续缴房贷这样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哦。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1500万在新北能买房子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小换大旧换新的终点哦，这是我们来聊下一个观众问我的问题哦。那我先描述一下情境，就是他想要换到台北市蛋黄区的电梯3房。那目前他是在新北有2间房子哦，一间是电梯大楼没贷款，一间是刚买的预售屋这样好。那这的确是一个买房的追求嘛，就是能够在台北市蛋黄区有一间大坪数的房子。那这件事情到底难在哪里哦？难在这种台北市然后又是好房子又大坪数，这个房子势必会超过豪宅线。台北市电梯大楼蛋黄区的大坪数一间拉过7000万，这个很简单哦。然后现在9月的央行理监事会议，豪宅超过豪宅线的只能贷款3成。所以变成假设他买7000万他就是要4900万的本金来做头期款，这很夸张的。你就算5000好了那种房子买起来装潢也不会便宜的对，5000万的现金呢那这真的是要非常的有实力才行，对啊，5000多万的现金的首购，然后你看你要买蛋白区或者你要买其他县市不是想要多大间就有多大间那会问我这个问题的人，应该都是一样，像我一样，就是属于正在累积资产的阶段因为已经财富自由的人，那不会特别跑来看买房阿元的影片，看我在这边苦苦挣扎嘛。所以你要知道怎么换到一间蛋黄区的房子。先说结论多买几间，然后来学游戏王怎么学？很简单你就买一间蛋白区2房，等资产膨胀以后。就可以换成一间蛋白区的3房，然后你买2间蛋白然后放5年10年以后那膨胀以后就可以换成蛋黄反正就是这样小换大旧换新那用多间的蛋白去换成蛋黄就是这样那等你把这个房子都换成蛋黄以后你就可以开始挑战台湾最顶尖的资产市场了台北市蛋黄区房地产。我乱讲例如说你高雄假设你有高雄3间，高雄他自己看他是高雄的蛋黄区，可是以全台湾来看，这个高雄也叫蛋白区，对不对？台北市看高雄就那么看不起这样。好，那假设高雄有3间蛋黄区的房子，此时就可以这样，就牺牲召唤那就可以换出一间台北市蛋黄区的房子，这是很有机会做到的。只是说就会走一个很长期的剧本这个剧本应该就不是5年5年、10年、15年这样。那慢慢的把自己手上的物件都换成最顶的物件，然后让自己继续有这个持有的能力不然你要现金把它吃下来呢？对啊，你现金吃下来的话难应该是头期款有够，那就会去吃了吃了之后继续缴贷款这样那这里有个细节就是说你买房子现在的政策框架下，其实你不一定要怎样贷好贷满例如说你现在首购8成，但你不一定要贷满8成，你知道，你可以只贷6成5成
就是说你拿比较多的头期款出来，那这样子这个不是你自住，你是自产的，那这个租金冲贷款应该就可以 cover 掉一旦可以 cover 掉，或是只要贴一点点钱的话，你就可以无脑放置了，你放着它自己会自己养自己那就继续养。然后看你要等几年啊，你要等5年一到还是5年到了没差你继续放之类的，就到时候看你要怎么处置而已。你那个压力都不会大的这个是自备款提高的好处当然它有很多变化球了。最后你要知道为什么要换到台北市蛋黄区的房子啊？这根本是个执念了，你不觉得先说我现在讲的是持有台北市蛋黄区的房子不是自住，自住你爱住哪住哪，对不对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持有台北市蛋黄区的房子非常的稳健它涨得比较慢因为它太贵了但它很安全。假设未来房价会崩也是先崩了蛋壳，然后才来蛋白，最后才是蛋黄嘛不然我问你，你有听过人家讲台北101的房子突然出现恐慌抛售潮，然后房价腰斩吗？它根本不用腰斩他妈打个95折，一堆人抢了对嘛，就这样。这个就是台北市蛋黄区威猛的地方，保值啊那只要你能够最后换到这种房子，应该很高几率你就不用担心你未来的房子会出现什么跌价的状况。你出现意外也还好什么大地震损坏结构涨那个市政府会介入，对不对？你看那个基泰除了我们以前讲过的2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能控制的事情第一个对面打过来第二个发生超大地震，还有那个第三个突然外星人来了然后什么第四个第3次世界大战什么有没的之类，那些都我们不能控制那假设啦灾难真的发生了假设地震超大的地震，然后全台那边停水停电，那你猜猜看，先恢复供电的会是信义区还是屏东？我这样讲我没有要贬低屏东的意思只是说它就是大都市嘛，首善之都嘛所以台北市政府的资源跟效率就会远高于屏东的一些比较乡下的地方这很显然的事情，这也无所谓歧视所以信义区然后大安区那这个东西大概就先恢复供电了，都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持有一间台北市蛋黄区的房子大概就是我们台湾在小换大旧换新的终点。至少现在的2024年版本答案还是长这样。当然啦又会讲说什么干嘛住台湾，什么移民什么有没有那个是另外的话题台湾有钱老人对不对？半句英文不会讲，他也不会想移民他就是想办法去囤那个台北市的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聊了小换大旧换新的终点长什么样。那我也跟你分享了一个观众问的问题，他终极目标是买到一间台北市蛋黄区的电梯3房车位，问我要怎么做才能达成这件事情的困难点就在于台北市蛋黄区的房子你又要中大坪数过豪宅线7000万以上去清班呢，我靠！我跟你讲，你有3000万的现金就是100万美金世界已经是你的超大游乐场了，我觉得啦我认为可能要多一点，变4000，通货膨胀好之类的都可以。虽然现在俄乌在打仗嘛，中东也那你就不要去那里嘛。对然后你还换一间台北市的房地产，没有不行。这个我八卦会讲，为什么还是有人要做这种追求，要付出这种反人类的努力。然后现在的那个台北市房子7000万豪宅线豪宅线以上只能贷款3成变成说他需要拿出其实超过5000万的头期款现金这真的要很有实力才做得到那如果是像我一样累积资产阶级就是我们还在努力中真的不是说我要去做什么工作然后拼成什么样子，来个让我的年薪弄到那1000多万2000多万，那东西不对劲，太难了。你也不要就是说做生意的那个风险真的是太高。我们台湾其实对创业不是很友善，就是失败都是有巨大代价的，那就不利于创新，就是这样。你看美国川普都破产几次，还可以这样那台湾就不是这样玩的。你要靠稳定的领薪水工作太难了，真的是太难了那有一个具体可行的做法就是游戏王游戏王我们小时候都有看就是这个牺牲几张卡片，然后换一只超强的那什么黑暗大法师嘛，那就用它做例子好了你就牺牲5间蛋白不就换到1间蛋黄，可能还不用贷款。那问题就是这个5间蛋白你要怎么来？努力嘛就是这样，一般般的工作再加上一点点的机运其实就可以了本业加副业看怎么样大概就可以了那只是你的周期会拉到20年吧，20年30年为单位这样我的建议的做法真的就是
买房子，然后小换大旧换新做好几次哦，就这样，然后最后就可以牺牲召唤哦，然后搞出一间蛋黄区啊，你要3间高雄蛋黄来换一间台北蛋黄也可以啊，哦，那你要2间台北蛋白来换一间台北蛋黄也可以啊。那个我乱讲，7、8间讲一个超蛋壳的地方，7、8间云林哦，来换一间台北，你也都换得到哦。那这边做法有个小细节，就是贷款可以不用贷到满哦，多准备一些头期款哦，只贷50%之类的啊，这样你的租金应该都足够去付那个月缴，无脑放置就真的很安心，这样你的战线才会久。另外，我也会建议你最好可以持有一间台北市蛋黄区的房子，因为这种房子最稳健。从来没有听过101旁边的房子出现什么断头抛售潮这样，他不用打5折，他打95折，就真的很有实力的包租公包售，慢慢现金把它吃下来。这种人真的很多哦，他们就不上网，他们都老人，最有实力的一群人哦。我们在那边搞得我们是一个没钱的同温层这样啊，那有实力的人，他们都这样啊，不然他们就看影片也不按赞也不干嘛。然后就这样，很奇怪，网络世代隐形的人，其实他们超级有实力。你换个角度想，来，我问你哦，忠孝东路1段到忠孝东路7段哦，7段已经在汐止那边了哈，那我们就讲忠孝东路1段到5段，好，就这样，1段到5段，你这样子哈，车子一路给它开过去，左右两边是不是都店面？对啊，然后台北市的店面哈比较贵，所以2楼也可以利用，有的还有地下室。好。左右两侧1段到5段，请问几间店面？那一间店面不用5000万吗？所以你看有几个屋主身上都有这个资产哦，这才是有实力的人哦，这才是有实力的人。只要你持有了哦，你抵达了终点以后，我觉得未来房地产跟你无关呢哦，就这无关啊，那你还要忙什么？就不用啊，好，那该干嘛干嘛，把日子过好，大概就这样了。哦，对，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哈。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好，这个欢迎加入哈，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哦，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啊，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好，那会员的问题哈，我也会认真回答啊，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2个，自产高雄。好，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执行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已经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赖 ID 是小老鼠勾勾勾勾勾5个勾，小老鼠勾勾勾勾。啊，第3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刚刚讲高雄的嘛，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赖，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赖，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哦，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赖 ID 是小老鼠掰台北BUYTAIPEI，小老鼠买台北这样。讲八卦，我现在讲台北市的置产客哦，置产不投资客哦，置产客就有钱把钱找地方放哦的这种人哦，他们呢除了很有实力以外，他们心里想的哦，已经不是要赚多少钱，而不是拼涨幅了哦，而是什么财富传承。我听到这个4个字的时候，我也觉得啊，傻小，这他妈真的假的哦？那么现实社会还真的有这种事哦？有，真的有，就是怎样财富传承给儿子女儿哦，比方说1人1间台北市的房子。老公也没关系啊，慢慢来等都更，他这一代等不到，给他儿子女儿继续等。这个是我推荐的那个台北赖账号，那个店长跟我讲的哦。台北市客人的样貌现在大概长怎样？5成自住需求，5成是财富传承的需求。台北市的人也知道目前怎样，高雄比较会涨啊，南部比较会涨，可是他还是愿意买贵高雄3到5倍的台北市房子，为什么？凭什么？哦，自产啊，他就是要真实自产，以后要留给儿子女儿的啊。天龙人的儿子女儿命好哦，当初投胎很强啊，那就是等爸爸妈妈帮他们自产好的房子就好了哈，一辈子有钱花，他们还是有钱人的阶级。没涨会怎样？没涨都没关系哈，资产膨胀以后压钱出来哦，全部拿去放生中华电信股票，这样他都年收入超过200万哦。这个是我们羡慕也羡慕不来的命哦，人家就是命好嘛。那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就学游戏王哦，学游戏王，走个牺牲5间蛋壳，看能不能召唤1间蛋黄，让自己成为富1代，自己的儿子女儿成为富2代，这样
这条路完全合法，确定可行只是这个计划怎么样，非常的长，周期很长，也非常的难，就变得它很反人类这样。那就导致愿意在这条路上默默低头前进的人真的不多所以大家年轻人们急着要钱要干嘛，然后就去做诈骗什么没的我还是建议你不要急不要急，不急才更不会出错。反正你看你现在自己这个样子，你现在没钱也是过得好好的嘛，对吧？所以宁愿走个10年稳扎稳打剧本这都比一些做那个来钱很快但风险很高的事情性价比还要高。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就是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不是说什么 slogan 那么念好玩的，不是这就是我的追求，这就是我的重点。为什么？因为现在人均余命非常的长，真的非常的长活到90岁好像都很简单的样子。我们家里长辈有没有一堆80、90岁然后还有没有90几的还自己去买菜干嘛的？然后你看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这种年纪，我们大概活到70岁丧失工作能力丧失工作能力。那你活到90叫轻轻松松，然后你70岁没工作能力，这中间还有20年的钱要花然后再加什么长照，平均每个人8年就卧床了，这怎么花嘛？你不在70岁的时候有资产吃租金，那你要怎么办嘛？你不就变得很凄惨到时候你连跑熊猫那个体力上你就承受不了，然后再加上人老了一身病痛，你到时候你只能吃资产吃租金不然嘞？对啊，难道你要吃你的儿子、吃你的女儿来帮你养老，然后你毁掉他们的人生吗？所以你看在30岁、30几岁有钱是很好但有什么用？真的没什么用。稳扎稳打到70岁，老了有房也有钱到时候才能活得舒适而且有尊严。我觉得那个才叫做胜利啊！比方说你到70几岁了，然后你有房也有钱那你到时候要坐轮椅了。你玛利亚都还可以挑比较漂亮一点的，不是吗？那你30几岁、40几岁有钱OK 很好，但其实你离终点都还很远。你不会怕吗？你未来假设你40岁，然后有房也有钱，那又怎样？那你能确保你70岁到90岁这未来还有50年，想到都会怕你现在40几岁累积起来真的足够吗？好，假设你说你的足够，你家人的足够吗？你儿子女儿的足够吗？所以离终点很远70岁有房也有钱，我认为到时候才是赢家，才是龟兔赛跑在这个现代社会的意义。我真的是这样想的那就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好好享受晚年，而不是让你的晚年变成一种你每天越来越挥之不去的梦魇。